全新小改的 Subaru The New Forester 森林人哦，这小改之后的车头真的是变得粗犷又现代，我真的非常喜欢的，霸气十足啊！但是呢，这次呢，台湾的小改之后呢，还是没有引进涡轮版本以及油电版本，全数都是2000cc 的水平对卧自然进气引擎，156匹，稍显没力啦，但售价非常的合理哦。包含了2.0的 ILI 赛，它是115万8，以及2.0的 ISI 赛，它售价是125万8。但是呢，优惠哦，现在车厂真的很少不升反降价了哦。现在全部都优惠3万块，也就是说呢，起始点最基本版112万8就有了。那今天我们试驾这台是最顶规的版本了，它一样是122万8就有了。到底它有哪些优点呢？以及在改款之后，它的 i 赛4.0到底有多强呢？小改之后的重点呢，它的视觉焦点就是这个6角形的水箱护罩。但过去小改之前呢，前面是个大大的镀铬饰条，现在看起来相对比较俗艳一点了。新年式呢，它这边是灰色的钢琴烤漆，搭配这个小小点缀的镀铬饰条，刚刚好，非常的好看。还有这个头灯一样哦，一看就知道是 Subaru 的这个 F 字形的日行灯。但是很可惜的是呢，它还是没有跟上所谓的智慧远近光灯的 LED 灯的科技。但是这个灯呢，原厂称呼它为了锐眼鹰式的头灯，整衬托出来呢，让引擎盖的折线以及下面的保杆面积更大，看起来折线更加的立体。下方这里呢，则是鹰爪式的雾灯，这个呢2.0 ISI 赛呢，它搭配的是呢 LED 的，这个非常的实用。在车侧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，事实上呢，它改变幅度并不大哦，它车长呢只增加了微幅的1.5公分，而上方这里一样是有车顶架。如果买顶规呢，上面是银色的，但是如果买的是 ILI 赛的话呢，比较入门版的，它则是黑色的。在车尾这里，老实说，不仔细看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小改在哪里哦。一样是非常酷炫的尾灯，哦，后面的 mark 以及呢这边也没有跟上现在最新的平贴字样，一样是这个大大 Subaru。仔细看才发现下面，哦，这个银色的饰板呢，它多了这个 diffuser 的设计，非常的好看，而且呢，它排气管也是真的，但这排气管是不是有点太内缩啦？从外面看不出来啊，所以呢霸气不太够，不像车头一样的那么的现代化。小改之后的 Forester 呢，它内装的改变幅度并不大，只有一些呢相对之下呢非常实用的配备，像是这个电动座椅记忆的按键呢改到这边来，触手可及，非常的方便。在方向盘上面呢，它同样不是真皮的包覆，但握感也非常不错。右边呢这边则是 ADAS 的控制，左边这边呢则是很多呢行车资讯的荧幕。但是哦，你看中间的仪表板呢，它是2个类比式的圆表，只有个4.2寸的小荧幕哦。我觉得在现在这种几乎是全数位化仪表的时代呢，这个仪表板有点太传统。但是呢，它多的是呢前方这个6.3寸的它的显示荧幕呢，这个就是它的精华所在了。包含呢它上方这里红外线扫描这个地方，我要特别讲一下它的强大的功能，叫做 DMS。智慧驾驶的监控系统，它有3大功能。第一个，当我眼睛拼命这样眨，开车的时候拼命这样眨的话，它自己呢会判断说呢，哎呀，驾驶眨眼幅度呢太多次了，所以呢应该是疲劳驾驶，才会发出警示。或者是我们边开车头这样转，跟旁边人讲话，或者看旁边的女生头这样转，它系统一样红外线会侦测到我呢驾驶的专注力不够，它一样会发出警示，都是透过这个红外线来扫描。它还会透过扫描你的眼睛脸庞，好做人脸辨识的动作呢，让你可以呢调整你包含你冷气温度，包含你的椅子，还有包含了其他的功能等等。但是呢，现在人都戴口罩了，所以呢它无法辨识出来，除非说呢未来能够研发出也是针对扫描人眼或扫描瞳孔，不然的话，现在疫情时代，人脸辨识我看这功能比较少。打开手掌。它可以辨识出呢，打开手掌之后呢，升高你的冷气空调温度。握拳，它则是可以呢，让你的冷气温度的调降一次都是2度。这个东西呢，有人说非常酷炫的，不像以前用拨的哦，手掌升温，拳头降温。但是我觉得下方这里用这个旋钮来转冷气，其实也很快，而且转的不止2度啊。但是呢，噱头十足啦，因为它就在强调说了，它前方这个红外线的扫描到底多强。中间这个8寸的多媒体荧幕呢，我觉得相对比较客气了。首先第一个，它并没有所谓的360度显影，像我们现在打进倒档，好，基本的往后看的摄影镜头，
然后上方这个6.3寸的萤幕呢，再来一个旁边有没有车侧的警示？但它并没有360度的环景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。而且它解析度，我觉得相对现在的科技来讲呢，比较不是那么的清楚。而且呢，它包含了它的 Android Auto 以及 Apple CarPlay 的通都要接线。我一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这个地方呢是无线的手机充电板，其实并不是，它就是一个置物空间而已哦。在后面这边也没有线传的排挡头，这排挡头有点欧式过，你知道吗？还好的是呢，它搭载这个全新的 X-Mode。这个地方呢，过去呢，如果说你时速20公里以下，可以这样手动调整，包含了这个深雪泥巴模式，或者是呢浅雪泥土模式，按一下恢复到普通模式。过去都要20公里以下手动，但现在呢是40公里以上呢，它会进行待命。40公里以下，到了35公里的时候，它会自己主动的开启，可以免去你不断的手动调整啦。而且它一按之后，前方这个6.3的萤幕呢，马上就进行这个所谓的越野模式。这个都是Subaru它强调它的全时4轮驱动，越野性能可所在。所以说前方这个萤幕可以说是整台车最为重要的科技。那 New Forester 呢，它的后座空间我觉得非常的棒，很像是高级轿车的感觉。像前方这里呢，座椅呢调成我的标准坐姿之后呢，后方我的膝部空间竟然还有1个拳头、2个拳头，又3个指头左右的距离。这空间真的非常棒。而且后座这边的椅子相对的抬高之后呢，有点剧院式的感觉，让前方视野变得更好。而且呢，它椅子呢还有5段的椅背可调，现在是最躺的模式。最躺之下呢，你看前方可以腿呢伸到最直，后方这样躺着。其实真的是很舒服啊！如果说的是小孩子呢，或者是您太太、女生要坐，让它直一点。它总共是有5段，你看它的落差空间大概是有这么的大，所以呢，非常容易调到你标准的坐姿、舒适的坐姿，非常的棒。而它后方的空调出风口呢，十分的基本，它也没有恒温的设计。下方则是2个2.1安培的 Type A 充电插座，而这里比较特别是呢，它后面的书报架呢有2层，而且呢，下方这里呢还是可以分层的，主要是要让你呢这个地方可以放手机，非常的方便哦。再来是它中央扶手这里呢，相对于前座呢，这个中央扶手有点薄而且呢，相对之下也让这个杯架显得比较浅一点，但至少这上面有钢琴烤漆的设计，质感还不错哦。那 New Forester 它后面呢并没有脚踢尾门的设计，但还好是呢，它也是电动启闭的尾门，而且呢，这个开启的高度呢是可以各自设定的，不同的人呢可以设定不同的高度，女生也比较好按嘛。而前方这里呢，虽然说呢它置物空间很平整，但它两边呢，因为呢后面是双 A 倍的悬吊，因此占据了一点空间，也让它置物空间呢只有520公升。比起现在一些旅行车 Wagon 或是休旅车呢，达到了580啦、600、620啊。520乍看之下呢不够大，但是事实上还蛮平整的啦。下方这里呢，则是一个双层的置物空间，而且行李挡板能够巧妙收着在这边，不会到处扣漏，这设计还不错。还有一个东西，我觉得最棒的是，你看小改之后呢，新增这2个挂钩，各自可以承重呢3公斤左右。除了说你露营呢可以挂一些器材之外呢，平常时候你买炸鸡排，不想把后面弄得油腻腻的话呢，炸鸡排挂在这里其实也不错，只是后面难看了一点啊。还有前面的这椅背放倒呢，我觉得也非常赞是，它一键直接倒平，这边也是一样，一键直接倒平。一般来讲过去试过很多车，后面的64分离的椅背一键倒平，但是呢，这个64里面的6这一边呢，始终都会卡住，但它不会耶，这设计非常棒，赞。实际呢，把这台的最新的 Forester 的开上路，台湾只有引进了这个2000cc 的自然进气，156匹，扭力呢20公斤，而且告诉你它的马力呢156匹是集中在6000转。扭力呢20公斤呢在4000转，相对比较高转的状况之下呢，对于都会型车，老实说2个字：柔顺、平顺。但是这次最新的这个 EyeSight 4.0，除了说它更加不一样它是紧贴在挡风玻璃前面的，用雷达波的扫描前方。老实说啦，设在这里呢，可以避免如果说万一车前面发生小碰撞的话呢，保杆上面的雷达会撞坏。设在这边，我觉得Subaru的确非常的独有。但是老实说啦，EyeSight 4.0这个东西呢，现在才跟上 Level 2的等级。
老实说，只是跟上了别的车厂的进步。但是它 Level 2也有几个独门的武器哦，像是呢我们现在开0到180公里里面的 ACC 自动跟车。但是过去呢 ACC 自动跟车市区里面有个问题是呢，如果前车走得很快，我的车会跟得很快，好像狂冲一样，狂冲猛冲。斯巴鲁知道这个问题了，所以呢它的 ACC 跟车呢总共有4个模式，包含了动力、标准，还有柔顺，也就是舒适，以及呢节能。也就是代表说呢，它的 ACC 自动跟车在跟上前车的速度呢是可以调整的。车道至中，它扫描这个车道线之后呢，如果到了前面那一个大路口没有车道线的怎么办？很多车直接就是怎样迷航至中，车道至中大迷航，也就是前面这个路口。但是 Subaru 不会，它到了没有车道线的路口的时候呢，如果时速呢在60公里以下，它还会自动扫描跟着前车。但这台 Subaru 它还有所谓的 AES， 就是呢刹车不及，主动刹车不及之后呢，它会自动的帮你紧急转向来闪避，这个是 Subaru 独有的功能。最后一个是呢，当然一般来讲，现在很多车都是 PCB 啦，自动紧急刹停，这个正常车都有。但 Subaru 多的是呢，它转弯的时候，好像我们一般的停车格开出去，突然间机车撞过来，它会自己转弯也会自动刹停。但老实说，这台车呢开起来呢，我个人觉得，如果以同级对手来讲 ，Toyota RAV4 哇卖翻了。但我真的建议你哦，水平对握，还有包含它的全时4轮驱动，还有包含它的 SGP， 就所谓的全球模组化的底盘，这个部分，尤其是水平对握引擎跟4轮驱动这个部分，真的是呢其他的日系对手呢所跟不上，因为呢低重心，光是市区这样子开，你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水平对握引擎它给你的稳定度。包含在市区里面的小巷子回转，就感觉得到水平对握引擎的感觉咯。而这个车也不像以前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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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种巴斯克引擎咚咚咚的感觉，它其实开起来还蛮像直列4缸的平顺度的，甚至有逼近 V6 的平顺度。当然这样讲夸张了。所以说现在如果在国产里面你要买日系里面的这个所谓的休旅车，除了进口的 RAV4、进口 Forester、国产的 CRV。我真心建议你哦，如果说呢你不讨厌156匹，力量有点不够，20公斤扭力，力道有点小小的太柔顺的话呢，我觉得这最新的 Forester i 赛4.0，光是这一点，我觉得值得购入了。